你知道吗？日本历史上有一家品牌，它曾经强到什么程度？强到在全世界的厨房、客厅、学校、医院，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的产品。强到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出口商之一。但最后，它却默默消失在历史里，只剩下老一辈听到名字会叹一句：“哎呀，那个时代的三洋真的很好用。”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家传奇公司三耀三洋电机的发展史。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技术时代变化，还有商业世界最残酷真相的故事。三洋的故事要从1940年代的日本说起。那时候的日本刚经历战火，经济百废待兴。然而就在这样艰难的时代，有一位男人决定从废墟里重建未来，他的名字是井植穗男。这位创办人很特别，他不是一般的创业者，他原本是松下幸之助，也就是 Panasonic 的创办人的内弟七弟。年轻时在松下工作多年，打下扎实的技术基础，也是松下非常器重的人。但时代让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井植穗男在松下时期已经是核心人物，他决定创业时，松下幸之助不仅没有反对，还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松下幸之助将位于兵库县的闲置工厂和设备直接转让给了井植穗男作为对内地的支持。不过双方也有一个君子协定，三洋不能在松下擅长的领域里与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三洋最初选择从冷门的车灯做起。这是一次有条件的放手，一个时代巨头帮助了另一个巨头的诞生。这种亦师亦友、亦敌亦亲的关系贯穿了三洋的整个历史，也让他最终的命运显得更加宿命化。1947年，他在兵库县以一间被战争炸毁的工厂为起点，开始运营三洋电机。为什么叫三洋？因为他希望产品能向世界三大洋航行。从一开始，他就不只想做一个日本品牌，而是要做一个世界品牌。但问题来了，公司刚成立前没有设备，没有资源，几乎为零。于是井植穗男做了一个决定，我先从人家不想做的地方开始做。他选了一个非常不起眼但需求量巨大的产品，脚踏式发电车灯。这种车灯靠脚踏车的动能发电，在当时战后的日本需求超级大。井植穗男靠着松下时期累积的技术，把车灯做得耐用又便宜。就这样，三洋靠一个车灯迅速打开市场。第一年，三洋卖出了超过30万个，这在那个年代是惊人的数字。趁着这股气势，三洋又接连推出熨斗、收音机、电风扇，靠着便宜耐用、够实用，三洋在日本家电市场一路狂飙。但真正让三洋从小公司的小产品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是1950年代的一件大事。1952年，日本开始向美国进口电视机技术，但专利费贵得吓人，很多日本公司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进入电视市场。而三洋却在这个时期做了一个超级大胆的决定。我们进去，1953年，三洋成功制造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一炮而红。它既便宜又可靠，在全国卖到断货。这也让三洋正式从中小厂升级成家电巨头候选人。接下来几十年，三洋进入高速成长期。它的战略很简单，别去和别人硬碰硬，做别人不愿做的市场。日本品牌都想卖高端，三洋就做平价。一线品牌冲着大城市，三洋就从小镇乡下开始。别人嫌利润低，三洋一句话，他们看不上的就是我们的机会。在1950年代，三洋通过平价化策略成功打入了千家万户。他推出了全日本第一台漩涡式洗衣机，相比其他牌子的老式机型，它更高效、更便宜。三洋的广告语直接强调解放女性的双手。它还推出了带有透明玻璃门的冰箱，让主妇能清楚看到食物，更方便食用。三洋不只是单纯做便宜货，它的核心哲学是为大众制造买得起、用得上的创新。这种贴近民生的精神，让它在战后和全球化初期迅速占领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真正成为了全球最普及的家电品牌之一。结果你猜怎样？三洋的产品开始席卷全世界。在整个1960至1980年代，三洋在全球市场上的销量和出口量表现突出，甚至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家电出口商。但三洋的野心不止在家电，它在电子领域也非常强。例如录像机，全世界家庭里最普遍的那种 VCR，
有一段时间，全球1/3的录像机全都是三洋制造的，索尼 JVC、RCA 通通是三洋帮忙代工。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你家客厅里的录像机说不定就是三洋做的，只是贴了别人的 logo。三洋在 VCR 市场上的故事，完美诠释了技术实力不等于市场胜利。1970年代 VCR 格式战爆发，三洋曾尝试推出自己的 VCord 格式，但很快就失败了。随后他选择与索尼、Sony 合作战队 Betamax 阵营。三洋作为代工大厂，生产了大量 Betamax 录像机，技术和质量都无可挑剔。然而最终赢下格式战的却是 JVC 主导的 VHS 格式。这次战略战队失误，让三洋错失了作为行业标准制定者的黄金机会。虽然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但这意味着它永远在为别人的标准服务，赚取微薄的代工费。一旦市场波动，会有更便宜的代工厂出现，三洋的利润空间就会立即被压缩。这是它在电子消费品领域从巨头滑向幕后英雄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三洋最亮眼的技术之一是它的电池技术，这部分一定要讲，因为后来松下收购三洋就是冲着它来的。三洋从1970年代开始投入电池研发，几十年下来累积了惊人的技术，镍氢电池、超级耐用电池、充电效率极高的电池，其中最经典的就是 AnyLoop 充电电池。它最大的突破是低质放电性，可以反复充电超过1000次，后续型号更高，放1年都还有电。很多玩家到现在都说这就是神级电池。但你可能不知道，三洋还做了一个更惊天动地的东西，车用锂电池。这套技术后来成为松下与 Tesla 合作的核心基础。换句话说，三洋的电池技术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今天电动车时代的到来。然而故事来到这里开始走进拐点了，三洋太敢扩张，太急着全球化，太想什么都做。家电要做录像机，要做电视，要做手机，要做半导体，要做太阳能，要做电池，要做。三洋一度成为日本最分散业务最广的家电品牌。听起来很厉害，但问题来了，每一个部门都需要钱。这种什么都做的扩张，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是优势，因为可以互相补贴。但在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它就成了死亡陷阱。当竞争对手如索尼、松下开始集中资源攻克高利润领域，如数字电视、高端影音时，三洋却因为业务线太多，分散了研发资源和资金，每一个部门都在亏损，而没有一个部门能够产生足够的超级利润来填补巨额的债务。更关键的是，三洋为了扩张，大量使用了银行贷款，而不是通过盈利来支撑。当亚洲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时，这些高企的债务迅速成为压垮三洋的重担。可以说，过度扩张和负债经营是三洋在天灾来临前就已经患上的内伤。结果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家电市场激烈竞争，三洋开始出现连年亏损。更惨的是，真正压倒骆驼的是2004年发生的一场天灾。那一年日本新系发生大地震，三洋的半导体工厂严重受损，损失高达超过20亿美元。对当时已经在亏损的三洋来说，这一击非常致命。从那之后，三洋的财务状况一路雪崩。为了救公司，他们开始卖品牌、卖工厂、卖业务，当然还有削减员工。那段时期可以说是三洋最黑暗的时间。而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松下。三洋和松下的缘分即将走到一个时代的终点。但进入2000年代后，一连串天灾、亏损和时代变化让这家传奇公司走上了另一条命运的轨道。如果要说三洋命运最关键的时刻，除了地震，就是他在绝望中进行了求救。公司内部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营运资金不足，债务高企，投资人动摇。三洋必须在活下去与保持自尊之间做选择。高层做了当时唯一看似合理的决定，求救。而第一个伸出手的是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和日本的住友三井金融集团 SMFG。 这两个机构联手注资超过2000亿日元，换来了三洋一大部分的股权。救命是救到了，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三洋这是失去家族控制，进入外资主导时代。这一点对一间日本老牌公司来说几乎等于被接管。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是外资接管，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很简单，把公司拆开卖掉赚钱的部分，把不赚钱的砍掉。于是三洋开始大规模裁员重组出售子公司，从手机部门、半导体部门到一些海外子公司，一个个被切出去。就在大家以为三洋可能会被分拆到消失时，2008年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松下 Panasonic。 为什么松下想买三洋？答案只有一个字，电池。在当时，松下已经是全球电池大厂之一，但三洋的技术更强， Eneloop 镍氢电池、车用锂电池、能量密度更高的电芯都是世界级技术。松下如果能拿到这些技术，就能在未来的电动车、笔电、数码相机市场取得巨大优势。特别是车用锂电池，这是当时非常稀有的技术。你可能不知道，松下后来与 Tesla 合作的核心技术就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三洋。所以松下不是想买三洋的电视、电话机、洗衣机，松下要的是三洋的电池帝国。2008年，松下宣布将收购三洋。到了2010年，交易完成，三洋正式成为松下的子公司。到2011年，松下甚至把三洋从东京证券交易所除牌，整个公司正式被吞并。这个画面非常戏剧。三洋的创办人是松下幸之助的内弟，当年他离开松下创业，成立三洋。几十年后，他一手打造的品牌被松下买了回来。这就像一场跨越半世纪的家族轮回。松下接手之后，立刻做了几件很关键的事情。第一件事，保留三洋电池业务，并把它整合到 Panasonic Energy， 让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锂电池供应用源之一。第二件事，砍掉三洋的消费性家电事业。你听我说，这不是删一点，是删到几乎全没了。冰箱卖掉，洗衣机卖掉，电视卖掉，相机卖掉，录像机业务早就消失，手机部门卖给京瓷，白色家电业务卖给海尔。三洋在1960到1990年代建立的家电帝国，在短短几年内被拆得干干净净。第三件事，关闭三洋品牌。松下做得非常彻底，只要是松下认为没有必要保留的产品线，三洋的 logo 一律撤掉。到了2012年开始，三洋在大多数市场上已经不再出现在新品上。2013年后，三洋这个品牌在日本本土也大幅缩小。为什么三洋这个品牌至今在某些市场仍能看到？原因是松下在收购后，将三洋的商标权进行了地域性出售或授权。例如在中国市场，三洋的白色家电业务和商标被出售给了海尔。在北美市场，三洋的电视业务商标被授权给了其他公司。这意味着你在今天市场上看到的三洋 logo， 它可能是一台海尔制造的冰箱，或者是一台由其他代工厂制造的电视。它与当年井植穗男创立的那个三洋电机，除了 logo 之外，在技术制造资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传奇品牌最终的命运，竟是作为商标遗产被切割出售，象征着一个时代彻底的落幕。也就是说，三洋这个品牌作为一家真正的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讲到这里，很多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三洋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明明技术强，品牌大历史久，为什么最后会消失？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三洋太分散，做家电、做手机、做半导体、做太阳能、做汽车设备，每一个都要钱，但每一个都赚得不够快。第二，三洋太依赖代工市场，录像机零件电池卖得多，可是利润薄，波动大，一旦市场变化，公司就会一口气出现巨大亏损。第三，三洋在高端品牌竞争里跟不上， Sony、Panasonic、Hitachi、Toshiba 都在往高端发展，但三洋长期定位在物美价廉，导致品牌价值没有往上提升。第四，新科技时代来得太快，数字电视、智能手机、半导体革命电动车市场时代的浪潮来得太猛，而三洋在关键10年里脚步太慢。第五，2004年的大地震让本来已经很薄弱的财务系统彻底崩掉，这算是压垮三洋的最后一根稻草。综合起来，就是一句商业世界最残酷的真相，不是不够强，而是跟不上时代。虽然三洋从市场上消失了，但它留下的影响力远比你想象的大。第一，电动车时代的电池基础技术有一部分来自三洋，它的技术影响到 Panasonic 与 Tesla 的合作，间接影响全球电动车产业。第二， Eneloop 充电电池至今仍然是玩家心中的神作。
松下后来继续沿用 Eneloop 这个品牌，就是为了保留三洋最经典的技术遗产。第三，三洋当年奠定了日本家电耐用、可靠、平价的国际形象，在全球很多国家，三洋是第一批进入的日系品牌。第四，录像机的时代，有全球1/3的产品来自三洋。你家里当年如果有一台 VCR， 很可能它出生在三洋的工厂。换句话说，三洋可能没在牌子上留下名字，但它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产品痕迹。最后，我想留下一句话：一个品牌消失，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三洋虽然不在了，但它留下的技术产品理念，影响了全球几十年，甚至影响了今天的电动车未来。有些品牌不是失败了，只是完成了它时代的任务，而三洋就是这样一个传奇。这就是三洋的故事啦。